美国华盛顿国会联席会议即将召开，一个自信的男人走上演讲台，露出笑容，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这个男人就是印度的掌舵人莫迪。环顾四周，莫迪相当骄傲地宣布，印度人口领跑全球。在这片广袤的蓝色星球上，印度人足足占了1/6，甚至每100笔实时支付的数字订单里就有46笔出现在印度。然而，莫迪这看似骄傲的言论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印度不为人知的人口控制血泪史。眼前的这一切不过是计划失败后的强颜欢笑。对印度来说，人口是一个敏感而微妙的话题。印度渴望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同时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自然要事事比较，处处争先。在别的方面，印度的底气多多少少都有些不足，但只要一说到人口，印度就瞬间来劲儿了。谁是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是不少印度人关心的话题。曾经，中国凭借14亿人口的总量稳坐第一，但近年来，印度人口出现了明显的赶超趋势。去年，联合国根据数据模型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在今年4月，印度人口已经超越中国，攀升至世界第一。但很快，联合国又发布了修正报告，态度谨慎许多，只判断了印度人口赶超中国的趋势，并未给出明确的时间点。目前，通过各类不同的估算方式，我们大致可以判断中印两国的人口都在 14.2 亿上下。但谜底的真正揭晓，恐怕要等到印度最新人口普查数据的出炉。原本印度在2年前就应当推行普查，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推迟至今尚未启动。明年又恰好是印度颇受关注的大选年，在当前的局势下，莫迪能否连任才是印度政坛最要紧的事。因此，这次人口普查很可能会推迟到大选结束后。或许印度人口会超过中国，甚至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标签将牢牢烙印在印度的身上，成为印度的代名词。而这个第一，中国并不想争。中国深知人口既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红利，也有可能反过来成为阻碍。因此，中国的人口政策总是随着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变化。无论具体的举措如何调整，但国家始终能维持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力。相比之下，印度人口只能用脱缰2字来形容。尽管身为总理的莫迪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印度人口的积极态度，他说印度是一个古国，但印度拥有着大量的年轻人口，这意味着印度不仅拥有着充足的劳动力，还蕴含着尚未被开发的庞大市场。这些人口最终将帮助印度成为最具实力的世界工厂。乍一听，印度政府似乎对这个世界第一的人口总量相当满意，但实际上，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印度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行动。讽刺的是，越是约束，人口增长越多。如今的印度政府不过是有苦难言，只能大唱高调，缓解计划生育政策失败的尴尬。1951年，一份国家人口控制计划横空出世，拉开了印度计划生育的帷幕。当时，印度全国上下大约有4亿人口，生育率高过当时的中国，平均每个印度妇女都要生育6个孩子以上。身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人口数量明显过载。于是，为了消除贫困，印度政府呼吁每个家庭最多只能有2个孩子。但是，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制定，但落地却存在着重重阻碍。在往后的将近20年时间里，这份人口控制计划几乎成为了一纸空文，始终无法推行。直到印第拉甘地上台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改变。印第拉甘地是印度第一位女性领袖，在她看来，想要控制印度的人口，关键在于男性。上世纪70年代的印度尽管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但男尊女卑的陈旧观念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因此，在生育这件事上，女性其实并不掌握话语权，而是要听丈夫的话。为了能彻底改变现状，印第拉甘地下了狠手，一场前所未有的男性绝育运动成为了印度计划生育史上最浓重的一笔。印第拉将男性绝育变成了一种强制性行为，但凡是生育了2个孩子的男性就必须实施输精管结扎手术。印第拉规定，是否结扎将与升职、分房、带薪休假等直接相关。那些身为公务员的男性必须带头进行结扎手术，警察更是会亲自上门规劝男性公民。这场雷厉风行的结扎行动自然引起了印度男性强烈的反对，但在这种情况下，印第拉竟然还足足支撑了19个月。在这时期，印度男性的结扎人数高达100万。然而，这场运动也为印第拉带来了政治危机，令他在政府内的地位受到了动摇。随着印第拉遇刺身亡，该计划也不了了之。但是，印度政府内部始终没有停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尝试。比如2021年，印度的北方邦与阿萨姆邦都准备推行计划生育，
北方邦希望以地方法律的形式控制人口数量。这一次，政府转变了策略，由过往的惩罚为主，改变为了奖励。很快，阿萨姆邦也跟上了北方邦的脚步，对两孩政策进行了支持。据悉，两孩家庭将在多个方面享受补贴，只要该家庭中有任意一位愿意绝育，那么便可以获得退税、购房、水电费返现等多项福利。不仅如此，带头支持政策的公务员还能延长产假与陪产假，甚至将有额外的加薪。可见，两个地方政府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但从推行结果上来看，印度人似乎并不买账。印度控制人口数十年，仿佛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事已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一句：印度的计划生育行动为何会走向失败呢？其实，印度人对生育的执念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文化密码。首先，计划生育与印度的宗教信仰背道而驰。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国家，宗教在国民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印度，佛教与伊斯兰教最为盛行，而这两种教派恰恰都禁止避孕，反对堕胎。在宗教教义里，生育是一种天然的权利，充满着神圣性，不可侵犯。历经数千年沉淀，宗教的主张已经与世俗生活紧密相连，最终演化成了印度的特有的生育文化。这种生育文化自成一体，不受现代全新的生育观冲击。此前，北方邦与阿萨姆邦的计划生育政策颁布没多久，就有人提出这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踏，势必给社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可见，多生多育的观念始终在印度社会中拥有着深刻的基础。其次，除了受宗教影响外，印度的婚姻与家庭习俗也是导致计划生育失败的重要原因。印度崇尚早婚，而早婚也与宗教文化息息相关。女性早早的进入婚姻，回归家庭，被视为一种虔诚。据多重数据表明，结婚的时间往往会与生育率直接挂钩。简单来说，习惯早婚的地区生育率高，而推崇晚婚的地区生育率也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不仅如此，在印度人的家庭观念里，大家族始终备受推崇，多子多福是萦绕在印度人心中的信仰。这种信仰与宗教的神圣性相融合，也与经济的实际需求捆绑。印度经济整体发展有限，人们为求自保，便更希望多培养几个子女，以应对未来的风险。纵然现代化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但在经济不容乐观的大背景下，观念的革新恐怕也难以推动。另外，生育的无法控制也与印度女性地位过低脱不开干系。2020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曾经发布了一份特殊的白皮书，用于阐述世界人口的发展现状。白皮书中提到，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全球失踪女孩的总数量达到了 1.4 亿。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1.4 亿里，印度女孩竟然占到了4600万。在印度，围绕女性而展开的犯罪也令人毛骨悚然。在1971年到2012年间，印度强奸案的增长幅度将近9倍。种种数据都说明了一个现实，在印度，女性的命运往往不由自己掌控。而这种文化上的重男轻女，令过度生育几乎成为了一种必然。一方面，女性无法躲开生育的重担；另一方面，印度家庭对儿子的渴求也会促使生育行为的不断发生。受传统文化影响，在许多家庭看来，女儿只是负担。举个最直观的例子，印度的嫁娶风俗十分独特，女孩要付出高昂的嫁妆才能嫁入男方家。据调查表明，嫁出一个女儿，印度家庭平均要准备60万卢比的嫁妆。对于一个普通印度家庭而言，这已是天文数字。在印度，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也较为有限，而学历往往与生育率成反比。在多重力量的牵制下，印度女性难以摆脱世俗，找到另一条出路。由此可见，印度计划生育的失败，归根结底是文化的产物。在宗教与世俗的多重束缚下，印度社会从骨子里依旧崇拜生育，向往多子多福的家庭生活。身为生育主体的女性，恰恰在这最关键的问题上丧失了大部分话语权，无法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印度的生育问题只能用一句盘根错节来形容，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仅仅改变某个方面，自然无法撼动印度生育崇拜的根基。未来，印度人口将走向何方，又将给这个国家与世界带来怎样的影响，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俄罗斯凭什么敢和半个世界为敌？俄罗斯敢于亮剑，主要来自3个底气。2004年3月29号，北约宣布了本组织的第5次扩张结果，接受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6个国家的加入申请。在北约方面公布了这则消息之后，俄罗斯的外交部和克里姆林宫都迅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来抗议北约的这一次扩员决定。然而，面对俄罗斯的强烈反应，西方各国却不以为然，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从这个时候开始，俄罗斯便逐步进入了与西方对抗的状态之中。从此以后，俄罗斯将直接以一国之力对抗半个世界。俄罗斯的第一份底气就来自于苏联为其留下的庞大军事能量。冷战时期，苏联红军拥有着足以跟美国抗衡的军事实力。根据多家西方媒体的估算，苏联弹头数量一度超过了11000枚。而在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核武库里仍然保留着超过6000枚核弹头，而且这些核弹头里大多都是杀伤力更为强悍的氢弹。另外，苏联时期建设的大量军工产业也被俄罗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继承了这些家当的俄罗斯不仅可以源源不断地研发新武器，还能将本国生产的武器用于出口。直到今天，包括印度、埃及等地区强国都是俄罗斯军火企业的主要客户。许多年以来，俄罗斯的军售总额一直维持在280亿美元之上。这样的军售规模虽然比不上世界军火巨头美国，但也足以彰显俄罗斯的军事大国地位了。2013年10月10号，俄罗斯从著名的导弹发射基地卡普斯金亚尔发射了一枚经过改进之后的白杨洲际导弹，结果这枚导弹完美地命中了位于哈萨克斯坦的一处标靶。可以说，俄罗斯在全世界的面前再一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强大的军工研发能力。比起乌克兰、爱沙尼亚等前苏联分裂出来的小国，俄罗斯继承的苏联遗产大多也都是能够配套的，包括苏联时期的图波列夫设计局、苏霍伊设计局等领先世界的军事科研机构也被俄罗斯继承了下来。2009年，俄罗斯又宣布开始研制新的萨尔马特系列导弹。根据俄罗斯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这款导弹起飞时的重量远远小于之前俄罗斯军队准备的 SS-18 型导弹。这代表着俄罗斯已经逐渐从苏联解体的混乱局面中走了出来，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确令西方各国感到恐惧不已。然而，苏联时代留给俄罗斯的绝不仅仅是惊人的武器装备数量和恐怖的军工研发能力，俄罗斯令西方世界感到忌惮的也绝不仅仅是它的军事影响力。关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有人曾经打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没有了苏联的俄罗斯就像是一个大号的加油站，毫无影响力可言。这句话固然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俄罗斯的看法，但它也给许多人造成了一种强大的错觉。虽然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的确是衰落了，但是这不代表着俄罗斯心甘情愿地沦为一个地区性强国。苏联时期遗留的强大政治影响力，恰恰就是俄罗斯的第二个底气。事实上，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还在世界各地经营着多处军事基地，这些军事基地依然是俄罗斯拓展政治影响力的触角，让西方各国感到寝食难安。比如苏联在越南金兰湾建设的海军基地，就一直被俄罗斯使用到了2003年，最终俄罗斯还是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才宣布撤出金兰湾。2011年，叙利亚爆发了严重的内乱，由美国支持的反对派武装在叙利亚境内四处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美国人在叙利亚故意制造内战，让叙利亚人互相残杀，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夺取叙利亚的石油资源。因为其总统小阿萨德是一个非常亲俄的政治人物，因此美国人必须穷尽代价将其从总统的宝座上赶下来。为了保住自己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甚至不惜直接派出飞行员和志愿军进入叙利亚的领土，帮叙利亚政府作战。在战争进行了整整8年之后，眼看着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都已经到达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了，但叙利亚政府军还是在俄罗斯的支持下顽强地将叛军顶了回去。如今，虽然叙利亚的战事还在持续之中，但俄罗斯在叙利亚乃至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算是被勉强保留了下来。由此可见，美国人想要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生存空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中东和东南亚以外，俄罗斯还在非洲维持着庞大的政治影响力，包括西非的尼日尔和尼日利亚都曾经建立过亲苏的武装或政权。为了维持俄罗斯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俄罗斯政府甚至派出了雇佣兵在西非和中非一带活动。这些战斗力强悍的雇佣兵可以绕开正常程序，肆意颠覆某个国家的政权。目前，他们已经在非洲内部形成了一片巨大的控制区域。多年以来，美国、法国等西方世界的主要成员都曾经试图将盘踞在非洲的俄罗斯雇佣兵纳入恐怖组织的名单之中，但他们的这些行为全都遭到了俄罗斯的强烈抵触，使他们一直不能得偿所愿。当然，除了诸多的客观因素之外，俄罗斯人也吸取了历史上的诸多教训，以至于今天绝大多数的俄罗斯民众都放弃了与西方世界媾和的想法。因为俄罗斯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与西方无比亲密的时期，但这恰恰是无数俄罗斯人最不愿提起的一段历史，因为它实在是太过黑暗了。1991年，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迎来了一个全面亲美的时代。由于俄罗斯的初代总统叶利钦是一个铁杆的自由派，
俄罗斯在他的带领下几乎成了美国的小跟班。在经济上，俄罗斯进行了空前的市场化改革，一时之间，卢布的价值出现了连番跳水，无数普通俄罗斯人的积蓄就在这一轮浩浩荡荡的经济改革浪潮中瞬间蒸发了。随后，多家美国公司陆陆续续地进入了俄罗斯境内，开始大肆收购苏联时期遗留的国企和厂矿。整个俄罗斯最有价值的资产几乎都被美国人和西方资本家抢购一空了。看着支离破碎的国家，许多俄罗斯人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都被先前的自由派政客给欺骗了。西方和美国永远都不会让俄罗斯有真正强大的机会。随着叶利钦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传给普京，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开始逐步转向了东方。尽管普京政府曾经试图与西方保持较为友好的关系，但西方集团仍然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将波兰、立陶宛等东欧国家纳入了北约的势力范围。于是，自2004年开始，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博弈就变得越来越激烈了。尽管美国联合其他的西方盟友对俄罗斯实施了最严格的经济制裁，但俄罗斯却在西方的经济制裁当中逐渐成长了起来，并顺利摆脱了对西方国家的经济依赖。因为在西方国家加大对俄制裁的同时，俄罗斯迅速向东方的中国靠拢，中俄之间不但建立了为粮食贸易开设的专用走廊，甚至还开始在军事领域展开了多项合作。本世纪初，俄罗斯便加入了由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随后，俄罗斯又与中国、印度、巴西一起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组织。凭借这些举措，俄罗斯的影响力不仅没有因为西方的打压而被削弱，反而变得越来越强了。到了2012年之后，由于斯诺登事件和克里米亚公投事件等诸多因素，俄罗斯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开始朝着恶化的方向一路狂奔。此时的俄罗斯已经相当于是在和半个世界为敌。但是面对这样的局面，俄罗斯人却丝毫不慌。尽管与西方世界为敌必然会受到一些经济层面上的影响，但绝大多数的俄罗斯人依旧支持总统普京的决策。也许在未来的国际政治博弈中，俄罗斯和西方集团之间还会上演更加激烈的博弈，但俄罗斯的人民一定不会轻易向对手让步。这不仅关乎到俄罗斯这个民族的尊严，更关乎到千千万万俄罗斯人的生存问题。历史的教训已经让俄罗斯人对西方集团失去了信任，经过岁月的洗礼和磨砺，相信他们也一定能够明白，到底谁才是俄罗斯真正的朋友。